Hello，大家好，我是崔眠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陈抟老祖为何能冬眠修仙，科学能解释吗？他到底是谁？如果我告诉你，历史上真的出现过一个人，他能靠睡觉就能把身体调成冬眠模式，把意识调到更高维度，你会信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如果要评选最会睡觉的仙人，陈抟老祖一定是第一名。后世称他睡仙扶摇子、紫阳真人。最传奇的地方不是他武功高强，也不是他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能一睡就是7天、10天甚至半个月。他能靠睡眠进入修炼状态，他能在睡中悟道，被称为睡中得道第一人。那么陈抟到底是谁？他为何能冬眠修仙？这是否仅是神话，还是背后藏着可被现代科学解码的深层机制？陈抟字图南，出生于唐末乱世，约在唐咸通12年，也就是公元871年。地点在陕西华州苍山县。他出生的那一年，恰逢关中连年战乱，盗匪风起。他从小便在动荡中长大。陈家并不算富贵，但却传承读书与医术。他的祖父是乡里的郎中，常带他上山采药。他因此从小就对山川气息特别敏感，别人只觉得山风寒，他却能说出风里透凉。是肝气林间湿腻，是山土郁语，像天生得阴阳五行变化一般。他6岁就能背诵《道德经》，9岁能解《周易》里的卦象，乡里人称他早慧。但他的聪慧带着一种怪异，他不像其他书童那样勤奋，反而喜欢睡。他常在晒谷场睡着，在山石上睡着，在书卷上睡着，可只要一醒来，就能把昏睡前读过的内容全部说出，甚至能用自己的理解加注。这种睡中生物的能力是他早年第一次显现的征兆。12岁那年，他的父母因战乱迁徙，家道衰落。他跟着祖父走遍关中行医，见过饥民、伤兵、病疫，也见过人心在绝境中的痛苦与贪婪。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世道无常。据《图南子传》记载，他曾在一个暴雨之夜看到村人抬尸不断。那一刻，他问祖父：人来此世，若只是吃苦，为何要来？祖父说：人生在世，不过借假修真。这句话深深埋进他心里。18岁时，他考中进士，但却没有被朝廷录用。别人因落榜而痛苦，他却觉得这是一种天意的劝退。他在长安看见官场混乱，权贵争斗，寺庙道观也沦为权力场，他愈发觉得人间道术不足安身。20岁那年，他决定遁入修行，原因不是因为落榜，而是因为一个更神秘的经历。通鉴外记说，他曾在秦岭山中遇到一白须老人，老人递给他3句话：观心如观天，养气如养川，计中有真机。老人说完便飘然离去。他不知道是真人还是幻觉，但从那之后，他开始正式走向修行之道。他最初并不是去华山，而是进入终南山入道。终南山自古隐士聚集，是求道者的入口。他在那里遇到道士吕岩，也就是吕洞宾，二人并非正式师徒，但互相论道。陈抟在终南山学到的是内观、坐忘、存思、辟谷的基础。吕岩夸他心静若水，但也提醒他，你知道不在动功，而在静功。那时的陈抟已经展现出一种特殊体质，能在寂静中迅速沉入深眠，又能在深眠中保持意识微亮，这就是他的睡功雏形。但是陈抟与华山的关系，若只用修行者与山来解释，远远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在此悟出先天图，创睡功，得西医道统。事实上，历史与地理都暗示着一个惊人的信息：华山不是他隐居的地方，而像是一个被大自然特别雕塑，专为某种极限意识修炼而存在的天然实验场。华山的真实地质结构是一整块巨大的花岗岩体，在地壳挤压与抬升中被推向天空，形成没有分层、没有碎裂、没有断续的整体山体。现代地质学称之为整体抬升式花岗岩穹隆，这意味着整座山就像大地深处的一根能量通道，会把地热、磁场、地下水流动的微震与能量波动统统往山顶集中。古代道士不懂电磁学，却用最质朴的词形容它：脉动如龙溪。当时记录华山风声的文献《酉阳杂族》里写：西岳之风，夜可断魂。这不是夸张，而是因为华山夜间的风不是普通的风，它带有山谷回声、气压变化、岩体震动混合出的多频率风浪声，像潮水，又像兽吼，像人喘息，也像天地在低语。在这种声音里，普通人会紧张失眠，
但陈抟的修行方式恰恰相反，越动越能入境。华山夜间气温骤降，风势暴烈，山石热胀冷缩时会发出轻微爆裂声。这些自然现象会让人的大脑快速从思考模式切换到纯感受模式，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感官重置，能让意识迅速进入睡前定境。陈抟的睡功最关键的就是从这个入口进去。他在云台关闭关时，真实存在的地点就在北峰到东峰之间的一个山凹，山体像展开的莲瓣，古人称云台莲瓣，而这个位置刚好处于华山峰的汇聚处。当地道士记载，陈抟每次入睡宫，云雾会在关前徘徊不散，像是被某种无形能量牵住。现代科学可解释，那是华山独特的逆温效应，冷空气被下沉的气流推动，云雾形成稳定扰动。可对当时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山在呼吸的迹象。陈抟在此睡7日10日并非神话，而是因为这个位置本就让人体更容易进入低代谢状态。他睡在石榻上，石榻吸热快，散热快，能迅速让体温降低到一种冬眠临界状态。呼吸越细，身体越冷，脑波越慢，越进入一种濒死的状态。古籍《神仙通鉴记》，先生卧石上如冰，如婴儿在笼兮，若有若无。这句话的如婴儿其实是道家胎息最真实的写照。婴儿在母体中是靠全身换气的，不靠大口呼吸。华山的高海拔、低氧、强风会逼迫身体自动进行减耗模式，这给陈抟的胎息入睡提供了天然加持。华山不仅仅给他睡功，也给他易学。华山的9峰结构是真实存在的，玉女峰、朝阳峰、云台峰、莲花峰、落雁峰等这些峰在地图上的排列，惊人的接近河洛9宫的分布模式。陈抟每天醒来看到的不是普通山景，而是一个天然的先天八卦模型。清晨，华山的光是奇特的，日光在石面上反射2次以上，再折射到云雾中，会形成天然的光圈与阴影螺旋，看上去像太极图在旋转。古文称其朝阳如盘旋，云气如双龙抱日，这不是神迹，只是地形导致的光学现象。可对陈抟来说，那就是宇宙阴阳运行的真实图像。他在睡定中意识脱离身体，在睁眼看到这个自然太极运行，他便知天地之所生，才写出先天无极图。这个图让周敦颐写出了太极图说，奠定宋代理学的核心思想。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华山的9峰光影。更真实的细节来自宋朝史料记载，赵匡胤北伐前登华山问陈抟，见他卧石不动，旁边一片树叶悬空不落。史书乍看像神话，但现代解释，那是华山峭壁风口极常见的风穴效应。风在山体某些角度形成局部上升气旋，能让轻物短暂悬浮。而陈抟正是利用这种强风位置修订，风越急越能逼迫身体松开，意识越稳定。对赵匡胤来说那是仙，对现代人来说那是自然现象，是与修行者呼吸控制的结合。对陈抟来说那是天地和气的证明。所有这些真实现象组合在一起，得出唯一结论：华山不是陈抟的住处，而是他修行的能量助推器。华山的风、光、时、风、声、磁场与地脉构成一个让身体进入最低能耗，让意识进入最高清晰度的特殊场域。陈抟只是把身体和意识调到能够读取山脉信息的频率，于是山教他睡功，山教他义理，山让他悟先天。真实的一切都在暗示，华山以真实物理与地理结构成就了陈抟，而陈抟以自己的意识结构回应了这座山，两者合在一起，才诞生了1000年来唯一的睡仙。有人问他为何能睡如此之久，他只说以气养身，以眠养气。他并不是单纯的冬眠，而是一种独特的道家胎息法延伸，也就是反阴入真，通过极度放松身体，停止多余杂念，降低生命活动，把身体推向一种近似冬眠的微代谢状态，使意识脱离躯体，进入纯粹能量层级的修行方式。道经里说，他卧则潜神，睡则见性，也就是睡着时神魂潜入更高维度，醒来时带回领悟。说了这么多，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大胆的问题：陈抟老祖真的能冬眠吗？科学怎么看？古代文献把陈抟的入定描述得像是昏睡，但从现代生理学看，更像是类似深度冥想的脑波，类似凝体状态。
那凝体是什么？为什么被称为濒死后的禅定？宁体在藏语中直译是心识住于定中，它指的是一位高度成就的藏传佛教行者在肉体死亡后，意识并没有立即离开身体，而是进入一种深度禅定状态，持续几天几周，甚至偶尔可达10几天，类似冬眠动物进入的低代谢模式，类似印度瑜伽士在地穴中无食无水数日的极端能量节流。科学界近年发现某些哺乳动物如熊、蝙蝠、人类婴儿的部分代谢模式能通过极端调节迷走神经，让体温下降、心跳减缓、氧耗降低至40%的替代代谢模式。在这种状态下，身体的能量需求极低，意识活动呈现昏沉但清明的奇特现象。如果陈抟老祖掌握了胎息与坐忘的极致技巧，他完全可能自主进入一种低心率加低体温加低耗氧加意识清明加外界刺激屏蔽的状态。这并不是睡死，而是主动控制大脑边缘系统，创造一种可控冬眠。医学上类似于深度冥想者在脑部监测中出现比睡眠波更深层更整齐的脑波模式，被称为超稳定静息态。研究者发现，藏密修行者在三摩地进入深度定态时，体温会升高或降低，血流量会集中于特定脑区，类似闭环能量循环。现代科学研究让人类进入短暂冬眠用于太空旅行，核心原理与胎息自存极为相似。因此，陈抟的睡中修仙不是神话，而是高度玄学加高度生理学的结合。道家所谓以气化形，以息养神，一旦做到极致，就是人类目前科学理论边缘的可控生命静态。陈抟修炼的并不是单纯睡觉，而是控制呼吸至近乎停息状态，让身体生物钟归零，让心率下降到最稳定模式，心息相依，让脑神经活动进入深度定静，让意识脱离五感，进入无念、无身、无我的极清亮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他的身体像冬眠，但他的意识却像上线，连通更高维度的觉知。他的修行方法被后世称为西夷睡功。而陈抟睡功的修炼步骤剖析睡功，并不是单纯睡觉，而是一种介于冥想、胎息、松身、坐忘、内观、低代谢、入定之间的复合式修行法。睡是手段，入定求静才是目的。第一阶段，松身把身体调到零负担状态。陈抟说过一句最关键的话：欲学睡功，先学松功。步骤1， 3次深呼吸，让身体进入初松，仰躺，整个身体自然展开，深吸气4秒，稍停1秒，慢慢吐气6秒，以上重复3次。此时身体会进入轻微放松状态，这是睡功的入口。第二阶段，吸法让呼吸越变越轻。睡功不是靠呼吸很强，而是越无吸越接近道家胎息。步骤2，自然呼吸，不刻意，不控制，只做一件事，让呼吸比平常更轻盈、更绵长、更细丝。你可以想象空气像丝绸一样滑进来。陈抟说，细若游丝，息息归根。现代解释是你正在把神经从交感的兴奋状态切换到副交感修复状态，心率下降，皮层放松，进入浅定。第3阶段，一手可任选手丹田或手鼻尖。陈抟传承的道家功法里最重要的关键是手意识落在一个点上。方法 A， 一手丹田，更传统，注意力轻轻放在肚脐下3指的位置，不要压，不要紧绷，只是在那里。方法 B， 一手鼻尖，更适合初学者，感受空气在鼻尖出入，不要分析，只感受，只要30秒，你的大脑就会慢慢关灯。第4阶段，坐忘，让杂念自动消失。陈抟睡功不是想办法入睡，而是把杂念一点点淡化，直到意识自然沉下。步骤4，看念、放念，不跟随。当出现想法时，只要不理它，不继续想让它自己消散，这称为坐忘的前阶段。现代神经科学称为意识主动脱离默认模式网络，就是心灵进入安静的原始状态。第5阶段，昏入最关键的一步，这是陈抟独门技巧，似睡非睡，似醒非醒。陈抟说，这叫息一静，也称睡中入定。如何实现？当你开始快睡着时，不要任由自己睡去，不要醒来，让意识像浮在水面一样维持微弱清醒，让身体完全不动，完全沉下去。这是最神秘的阶段，
也是道家的内观入定。在现代科学的解释是前睡期阿尔法波意识状态。在这一阶段，身体进入最低代谢，让大脑进入半睡半醒。这时候的大脑自动修复能力最强，最容易进入陈抟所谓的悟道之境。第6阶段，陈抟睡宫的目标状态。古籍记载，陈抟睡7日，睡半月，其实并不是一直睡，而是身体在睡，意识在定。进入沉定后，意识会不动、不思、不梦、不起杂念，身体会心跳变慢，呼吸极细，肌肉完全松弛，让代谢降到最低。现代术语称为可控低代谢。这就是陈抟睡宫与动物冬眠、藏匿凝体相似之处。第7阶段，醒转恢复正常。修完不能马上起床，要缓缓醒回，深呼吸3次，活动手指、脚趾，轻轻转动脖子，慢慢坐起，用1分钟让自己完全回到现实，否则会头晕、空虚或能量散乱。睡宫的核心禁忌，情绪激动时不要练，饭后30分钟内不练。有心脏疾病、低血压者不做过深台息，初学者不要追求无息，切勿追求睡得越久越好，不要有我要成仙的执念，越想越无法入定。总结，陈抟睡宫到底是什么？一句话讲完，陈抟睡宫就是用睡的方式把身体关闭，把意识打开。它是内丹术、冥想、胎息法、自主神经调控、前睡期意识觉察的综合修行。它不是普通睡觉，而是用睡入定，以定养身，以身助物，以物反本。世人常以为陈抟老祖只是睡觉厉害，但真正接近他晚年修行的人都知道，他的睡不是凡睡，而是一种被古籍称为潜神反虚的境界。传闻他在华山云台观闭关时，常会在入睡前将一颗石子放在胸前，石子若滑落，说明俗念未尽；若石子稳稳贴在胸口，就是身体完全沉入如无底静海的境界。当他进入这种神秘状态时，仿佛整个山体的气息都会随之改变，树木呈现出似有若无的颤动，山间的风声静得可怕，就连野兽踏入云台观附近也会本能地退回山林。当地老者说，那是山在听他睡。在这种似睡非睡的深定里，陈抟会出现一种近似梦境却更清醒的状态，称为紫光游神。传说此时他的意识会离开肉身，化作一缕微弱的紫气，在丹田与眉心之间游行来回。而外人若在此时进入关内，会看到他的眉心有极细极亮的光，像萤火般闪烁。有人说那是呼吸轻若无息的身体微光，也有人说那是意识游离肉体的外显。后来他能在这种境界中推演义理，推算阴阳升降，河洛先天，看到的不再是静止的图，而是像宇宙原理的动态投影。在他眼中，河图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呈现出来的。有一次，他从7日睡定中醒来，对徒弟说，天地阴阳如鱼跃龙门，一瞬万变，若不在镜中观，只见枝叶，不见树根。徒弟不解，他只是微笑，提笔写下后来被称为先天无极图的雏形。那图像是风和水在云里缠绕，看似无意，却包含宇宙阴阳旋转的规律。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意识层次。在最深的睡定中，他的耳朵依旧能听见风声、水声、人声，并能在醒来后复述出周围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受俗念干扰。道家称之为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的境界。科学若介入，很可能会将其定义为超稳定贝塔与阿尔法波的共振态，一种介于睡眠与冥想之间极罕见的意识形态。而对玄学而言，那正是临时脱离躯壳，进入更高维度的门槛。也因此，他才可能在睡中推算义理，因为他不是在梦，而是在一种超越梦的意识空间里运行思维，不是用大脑推演，而是用食神读取阴阳运行的本源。他最终在华山闭目时说出，我睡够了，要醒了。整个华山突然起风，树影如浪。他闭上眼圆寂时像睡去一样，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像是把一个修炼周期完成后自然脱壳。他的肉身3日不良，面色如睡，直到第7日才微微干枯，被道士们视为得道者的色身。他知道自己的意识修行已经完成，不需要再留在肉身。这在科学上吻合脂肪燃烧末期的体温滞留，却在玄学上被视为得道者的光身。所以无论从玄学还是科学来看，陈抟都不是睡觉睡成仙，而是深度挖掘人类潜在的生理极限，
将生命活动调节至近乎冬眠的状态，把意识推向超越凡人的维度。在睡眠之下，它打开的是身体潜能的极限、意识维度的边界，以及古代社会完全无法理解的生命科学。它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在冬眠中看透世界。千年之后，人类或许能用神经科学解释部分现象，但仍难追上它那种睡中见道的境界，因为那不是技巧，而是一个时代无法企及的人类意识高度。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